维修钢带咬扣机。目前看到我手上这台机器，绝对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它并不是硌锅子，而是一台可以让钢带接起来的工具，长得就像这样。至于名字就不用去记，因为很奇怪。只要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就行。首先接上气压测试看看，反应很慢哟。再来听听看，有漏气了。再听一次，漏气的声音很明显。我们来看一下反应速度，这次正常，这次回复速度就很慢，这次又正常，然后又变慢了，有时还会特别慢。我们直接实测看看，看看成效如何。虽然能咬得下去，但是很明显咬得不深，从这个角度看最明显。虽然有咬痕，但这样不深很危险，因为这样的抗拉强度会非常的弱。开始拆解，拆掉螺丝，开盖，拿出皮膜，看看，哎呀，破掉了，难怪会漏气。外观看起来却是正常的。拆开气缸盘，松开，手要压住，不然会弹出去。有看到这么大的弹簧没？被弹到可不是好玩的。继续松开咬扣夹组，抽出螺丝，咬扣夹组就能出来了，长得像这样。仔细观察一下，深度不够的原因出在哪儿？铡刀的高度不够了，难怪咬得不深。仔细看这里还有裂痕，松开看看。长得怎么那么像八爪鱼呀？这个不会坏的，我手上拿的这4片就是铡刀，长这个样子。松开开关螺丝，敲出插销，取出来了，扳机就会跟着掉出来了。拔出断掉的弹簧。很遗憾，录到没电都不知道，直接跳到修好的样子。我们来测试看看效果如何。我们将旧的铡刀换掉，前后比较可以看出来有巨大差别。这是未修之前的深度，然后这是修好之后的深度，很清楚可以看出来不一样的地方。这是侧面，一个是两边的切断面非常的明显，一个是非常不明显，所以这样深度是非常危险的，相对抗拉强度也会非常的弱。你也有维修的需求，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处理。